新世代的 NVIDIA RTX 显示卡已经开始卖了一段时间了啦。那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一聊 RTX 显示卡，但是我不是要跟你介绍说它有多威猛，所以接下来不会有任何的开箱啊，也不会有任何的评测。我纯粹只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说，为什么你应该买 RTX 的显示卡。打从老黄开始宣布新的显示卡的时候，那网络上大部分都是充斥着光线追踪技术啊，以及 4K 游戏效能。起先我跟一般的网民一样，觉得说等10系列的显示卡开始降价的时候就可以收一收了啊，20系列的还是流口水就好了。直到有一天我同事跟我提到新的显示卡的特色的时候，我就那先切入正题，说说 RTX 到底是哪里吸引我。那我只大概举例一些跟我影像剪辑比较有相关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推荐你们要买 RTX 的显示卡。RTX 显示卡里面有一个科技叫 NGX， 那 NGX 里面跟我比较有相关的主要是 Upraise 跟 Slow Mo。我先介绍 Upraise 的部分的话，它就是可以把你现有的解析度提高最高到8倍的解析度。那么有关于 Upraise 其实也是令我觉得蛮吸引的一点，是因为说我们常常会对一些影片去进行缩放。那进行缩放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素材都是1080p， 所以会碰到一些失真的问题。透过 Upraise 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运算过后，但是解析度较高的影片。那失真的问题就会比较小。那我们可以看到 NVIDIA 官网上面给的示范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技术其实是真的。哇哦！Slow Mo 的部分的话，它只是可以让你制作出自然的 Slow Motion。那为何我要提到这个？是因为我在 EP0的时候，我有提过说我在红的影像部门工作。那我很常会做到一些游戏赛事相关的影片。那这些影片的来源，我通常都要去对方的频道下载。那下载下来的格式大概也只有24到30不等。那你又碰到说，如果要剪一些很快节奏的影片的时候，就相对的你的画面会变得很难用。那这时候我就要去做一些放慢的动作。那在做放慢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用到 Premiere 中的 Optical Floor 的功能。那我这边再小小科普一下 Optical Floor 的特色。Optical Floor 的成像原理是说，它会透过读取前一帧以及后一帧的画面，去补足中间不足的帧数。它的优点是，它可以让你的画面看起来不会因为说单纯的放慢，不会像 Frame Sampling 这样放慢而造成的卡顿。但是它却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No！ 它不能去做一些前后帧画面相差过大，像是可能亮度差太多的，动作相差太多的。它会造成画面上面有很大的破损的状况，但是在 RTX 的 NGX 科技底下，它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它透过了 AI 的运算，它帮你去自然的算出说前一帧跟后一帧中间它该补足的画面应该是要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从 NVIDIA 的官网上面看到，它有示范出一些很流畅的影片。原始30 FPS 的影片，它可以补到240 FPS， 那么60 FPS 它可以补到480 FPS， 它不用去特别注意动作的幅度，就可以有自然又流畅的 Slow Motion。那么最后做个总结一下，我有去稍微打听了一下，这些功能都会出在一些挂名在 RTX 的显示卡底下。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相对规模较小的工作室或者是个人的 freelancer， 你不一定要购买 RTX Quadro 绘图卡系列，你才可以拥有这样的功能。你也不需要去买一些昂贵的高速摄影机，你就可以拥有到相似的功能。那虽然我很有可能马上就被打脸了。在年底了 ，NVIDIA 它释放出新的驱动程式啊，那看我能不能搞到一张 RTX 的显示卡，才会知道这样到底 O 不 OK 啊？那就我的个人意见来说，我很推荐大家去买一张 RTX， 或者是有绑定 RTX 的笔电。那我自己会捏着懒蛋，明年会买一台有 RTX 的笔电。个人是觉得很实用，毕竟你想想看，明年会搭载 RTX 的显示卡的笔电，大约价位会落在5到6万。就我所知啦，那我觉得5到6万，说你要去做，你个人是有在接这种商业的案子，或者是你是像我一样在这些公司底下工作，会有这样的工作范畴的时候，这个都是很实用的功能，那你也不用花大钱。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可能有什么讲错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地方，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个赞。如果想要看到我们更多的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们。我是 Cooper，我们1个月后再见。